开启成长之旅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过程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发展个人潜力，获得新的技能和知识，并且不断进步。以下是一个详细描述开启成长之旅的过程。明确目标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愿景，这可能涉及到个人发展、学术成就、职业发展或者是身心健康等方面。明确目标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达到什么，并为之努力奋斗。制定计划。一旦我们明确了目标，就需要制定一份详细的计划，这包括确定实现目标所需的步骤、资源和时间安排。制定计划可以帮助我们有条理地组织自己的行动，提高效率，并且更好地应对挑战。学习新知识和技能。成长之旅离不开学习，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新的知识和技能，如阅读书籍、参加培训课程、观看教育视频、参与实践等。持续学习可以帮助我们开阔视野，提升能力，并且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。寻求反馈和改进。在成长之旅中，反馈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应该主动寻求他人的意见和建议，以了解自己的弱点和改进的方向。接受反馈并加以改进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成长和发展。克服挑战和困难。成长之旅中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，这些困难可能来自于外部环境或者内心的压力。我们需要保持积极的心态，面对挑战并学会应对它们。克服困难可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力和适应能力，并且使我们更加坚韧和成熟。与他人合作和交流。成长之旅不应该孤军奋战，与他人的合作和交流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启示。我们可以与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学习，分享经验，或者寻找导师和教练来指导我们的成长。与他人合作和交流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，加速成长的速度。持续反思和调整。成长之旅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我们应该定期反思自己的进展，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。这可以包括修正计划、重新评估目标，或者发现新的学习机会。持续反思和调整可以使我们的成长之旅更加富有成效和有意义。通过以上的步骤和实践，我们可以开启一段充满成长和收获的旅程。不断学习和成长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个人目标，还可以让我们更加自信和满足。成长之旅是一个充满挑战和乐趣的过程，它让我们不断超越自我，追求更好的未来。明确目标是开启成长之旅的第一步，它帮助我们确定自己想要达到的成就和方向。以下是关于明确目标的详细描述。自我探索。明确目标需要我们对自己进行深入的自我探索。我们可以思考自己的兴趣、价值观、优势和激情是什么，以及我们希望在人生中实现什么样的成就。这个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，找到内心真正的渴望和目标。定义长期目标。长期目标是我们希望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实现的愿景，它可以是个人职业发展的目标，例如成为一名医生、创业家或者专业音乐家，也可以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目标，例如拥有更强大的领导力、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更丰富的人际关系。长期目标应该具有挑战性和激励性，同时也要与我们的价值观和兴趣相一致。制定短期目标。短期目标是实现长期目标的具体步骤和阶段性里程碑。
它们应该是可量化和可衡量的，能够帮助我们跟踪自己的进展并保持动力。例如，如果我们的长期目标是成为一名医生，那么短期目标可以包括完成相关的学术课程，参加实习或志愿者工作，或者准备入学考试等。制定明确的短期目标可以帮助我们分解大目标，更容易实现并获得成就感。适应和灵活性。明确目标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，我们需要保持适应和灵活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，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目标有所变化，或者需要进行调整。这并不是失败或退缩，而是一个重新评估和重新定位的过程。我们应该持续反思和调整自己的目标，以确保它们与我们的成长和变化保持一致。激励和挑战。明确目标可以为我们提供激励和挑战。有明确的目标可以帮助我们保持专注和坚持，面对困难时更加有动力和决心。目标的实现过程可能会伴随着一些困难和挑战，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我们不断成长和超越自我。明确目标是实现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关键一步，它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和愿景，帮助我们制定计划，保持动力，并最终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制定计划是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重要步骤，它帮助我们组织和安排行动，确保我们能够朝着目标迈进。以下是关于制定计划的详细描述。分解目标。将长期目标分解成更具体和可操作的短期目标和里程碑，这样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目标的各个部分，以及实现目标所需的具体步骤。例如，如果长期目标是在3年内成为一名工程师，可以将其分解为每学期修完一定的课程，获得实习机会和参与项目等短期目标。设定截止日期。为每个短期目标设定截止日期。明确的时间框架可以帮助我们保持紧迫感，并更好地管理时间。设定合理的截止日期可以确保目标的完成具有挑战性，但又不过于压力重。要考虑到目标的复杂性和所需的时间和资源。列出行动步骤。为每个短期目标制定具体的行动步骤，这些步骤应该是可行的、可量化的，并能够引导我们朝着目标前进。例如，如果目标是准备入学考试，行动步骤可以包括报名参加考试、制定学习计划、复习相关课程、参加模拟考试等。确定所需资源。确定实现目标所需的资源，包括时间、金钱、人力、知识等，确保我们能够获得所需的支持和资源，以便顺利地执行计划。如果需要，可以考虑寻求帮助，参加培训或购买必要的工具和材料。制定时间表。将行动步骤转化为具体的时间表或日程安排，这可以帮助我们合理安排时间，确保每个步骤都得到足够的关注和完成。制定时间表时，要充分考虑其他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需求，以确保计划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。监督和调整。定期监督计划的进展，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，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，评估目标的实现程度，并进行必要的修正。这有助于我们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，并及时应对任何偏离计划的情况。坚持和适应。遵循制定的计划并坚持执行，但也要保持适应性。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，我们可能会遇到意外情况或发现需要调整的地方，灵活地适应变化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。
以确保计划的实施和目标的实现。制定计划是将目标转化为可行动的路线图的关键步骤。一个清晰、合理和可执行的计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组织和管理我们的行动，使我们更接近实现目标的成功。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是成长之旅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，它帮助我们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，拓宽视野，并实现个人目标。以下是关于学习新知识和技能的详细描述。设定学习目标。在学习新知识和技能之前，我们应该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。这可以是学习一门新的语言，掌握一项技术，提高专业知识等。明确学习目标可以帮助我们更有动力和方向地进行学习，并提供衡量学习成果的标准。寻找合适的学习资源。根据学习目标，寻找合适的学习资源和渠道，这可以包括教科书、在线教育平台、培训课程、学术论文、导师指导等。确保选择的学习资源质量高，内容与目标一致，并适合个人的学习风格和时间安排。制定学习计划。制定学习计划是有效学习的关键。根据学习目标和所选的资源，制定具体的学习计划，包括每天或每周的学习时间表、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。合理安排学习时间，将学习任务分解成小的可管理的部分，并确保有足够的复习和实践时间。多样化学习方法。采用多样化的学习方法可以提高学习效果，这包括阅读、听讲座、观看教学视频、参与实践、讨论和合作等。根据不同的学习内容和个人喜好，选择适合的学习方法，以加强记忆、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。持续实践和应用。学习新知识和技能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，还需要持续的实践和应用，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情境中，通过实践和反馈来加深理解和掌握。这可以包括解决实际问题、参与项目、实习或实习等，寻求反馈和指导。在学习过程中，积极寻求反馈和指导是非常重要的。这可以通过与他人交流、参与讨论、寻找导师或教练来实现。他们可以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，帮助我们纠正错误，加强学习和改进技能。持续学习和更新。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我们应该保持对新知识和技能的求知欲和好奇心，及时更新所学内容，跟踪行业或领域的发展，参与持续学习的机会，保持与时俱进。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是实现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。通过不断学习，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，开拓新的机会，并不断超越自我。寻求反馈和改进是在成长之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盲点，发现改进的机会，并不断提升自己。以下是关于寻求反馈和改进的详细描述。开放心态。拥有开放的心态是寻求反馈和改进的前提。我们应该愿意接受他人的意见和建议，而不是抵触或拒绝。保持谦虚和愿意学习的态度，相信反馈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和进步。主动寻求反馈。主动寻求反馈是关键的一步。我们可以向他人如导师、同事、朋友寻求建议，要求他们对我们的表现、技能或项目提供反馈。同时，我们还可以利用各种工具和平台，如问卷调查、
匿名反馈来收集广泛的意见和观点，接受建设性批评。接受建设性批评意味着不将反馈视为攻击或指责，而是将其视为成长的机会。我们应该学会从批评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，看到自己可以改进的方面，并将其作为进步的动力。分析和整理反馈。收到反馈后，我们应该仔细分析和整理，将其归类为正面的、负面的或中性的，重点关注重复出现的问题或建议，以及与自己设定的目标和价值观相一致的反馈。制定改进计划。基于收集到的反馈，制定具体的改进计划，将反馈中指出的问题转化为可行动的行动步骤，设定明确的时间表和目标，确保改进计划是具体、可量化和可操作的，以便能够跟踪和评估改进的进展。实施改进措施。将改进计划付诸实践，积极采取行动来改进自己。这可能包括加强特定技能的训练，调整工作方法，改善沟通技巧等。持续执行改进措施，并关注其效果和成果。持续反馈和调整。改进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我们应该不断寻求反馈并调整自己的改进计划，定期评估改进的成果，寻找进一步提升的机会，并对新的反馈持开放态度。不断反馈和调整将帮助我们不断进步，并持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表现。通过寻求反馈和改进，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自己，改进自身的短板，取得更好的成果，以及在成长之旅中不断提升自我。克服挑战和困难是成长之旅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。面对挑战和困难时，我们需要保持积极的心态，采取适当的策略和行动，以克服困难并继续前进。以下是关于克服挑战和困难的详细描述。接受现实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接受挑战和困难的存在，并认识到它们是成长和发展的机会。将困难视为学习的机会，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并克服困难，保持积极心态。积极的心态是战胜困难的关键。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难，并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挑战。将困难视为机会，相信自己可以从中学到宝贵的经验和教训。分析和理解挑战。仔细分析和理解挑战的本质和原因，确定挑战的具体方面，找出造成困难的根本原因。这将帮助我们制定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和策略。制定解决方案。基于对挑战的分析，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和应对策略，考虑不同的方法和选择，并选择最适合的方案，确保解决方案是实际可行的，并有明确的行动步骤。寻求支持和帮助。在面对困难时，不要独自承担所有的压力，寻求他人的支持和帮助，可以是家人、朋友、同事或专业人士，他们可以提供支持、鼓励和宝贵的建议，帮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。持续努力和坚持。困难往往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时间来克服。保持坚持和专注，不轻易放弃，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毅力，努力克服挑战并继续前进。从挑战中学习。挑战和困难是宝贵的学习机会，从困境中寻找经验教训，并反思自己的行动和决策，这将帮助我们成长和发展，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。克服挑战和困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，但它也是一个机会，使我们变得更强大，更有经验，
并推动我们在成长之旅中取得更大的成就。与他人合作和交流是成长之旅中至关重要的一环，它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促进团队合作，拓宽视野，并从他人的经验和观点中获得启发。以下是关于与他人合作和交流的详细描述。建立良好的沟通。有效的沟通是合作和交流的基础。学会倾听他人的观点和意见，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，并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。善于使用语言、非语言和书面沟通方式，以便与他人建立良好的沟通和理解。培养团队合作精神。在合作中，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是至关重要的。尊重和珍视每个团队成员的贡献，建立互相支持和信任的氛围。学会有效地分配任务和资源，并协调团队成员之间的工作，以实现共同的目标。尊重和接纳多样性。与他人合作和交流时，要尊重和接纳不同的观点、经验和文化背景，重视多样性，认识到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贡献和价值，鼓励包容性思维和开放性对话，寻找共同利益和目标。在合作中，要寻找共同的利益和目标，以促进合作的动力和凝聚力。通过共同的目标，团队成员可以团结一致，协同努力，共同克服挑战并取得成功。建立互惠关系。建立互惠关系是有效合作的关键。与他人建立互相支持和互助的关系，共享资源和知识，相互提供帮助和支持。通过合作和交流，共同成长和取得更大的成果。学会解决冲突。在合作中，冲突是难以避免的。学会妥善处理和解决冲突是至关重要的。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协商，寻找双方的共同利益，并寻求达成共识的解决方案。同时，保持尊重和理解，避免对立和敌对态度，持续学习和改进。与他人合作和交流不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，也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改进的过程。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合作，从他们的经验和观点中学习，拓宽自己的视野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技巧。通过与他人合作和交流，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，获得新的思维和创意，促进个人和团队的成长，实现共同的目标。持续反思和调整是在成长之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它有助于我们审视自己的行动和决策，识别潜在的改进点，并做出适当的调整。以下是关于持续反思和调整的详细描述。定期反思。设定固定的时间段，定期进行反思和回顾，回顾过去的行动和决策，思考他们的结果和影响，问自己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，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处理事情。自我评估。对自己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，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局限性，识别自己的盲点和发展领域，反思自己的技能、知识和态度，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提升或改进。寻求他人的意见。除了自我评估，还要寻求他人的意见和反馈，与他人交流，听取他们的观点和建议，他们可能能够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洞察力，帮助我们发现自身的盲点和改进的机会。分析成功和失败。分析过去的成功和失败经验，探究成功的原因和关键因素，以便能够复制和扩大成功。同时，认真分析失败的原因，
寻找改进的机会，避免重蹈覆辙，设定新的目标，根据反思和评估的结果，设定新的目标和标准，确保目标是具体、可衡量和可行动的，以便能够跟踪和评估进展，设定挑战性的目标，同时保持可实现性，以激发个人的动力和成长，制定行动计划，基于新的目标，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，确定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和时间表，以实现目标，确保行动计划是可行的，并有明确的责任人和资源分配。持续学习和改进。持续学习和改进是持续反思和调整的核心，保持对新知识和技能的求知欲，参与持续学习的机会，根据反思和调整的结果，不断改进自己的方法和策略，以取得更好的结果。持续反思和调整是一个循环过程，它帮助我们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表现，实现个人成长和发展的目标。通过持续的反思和调整，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变化和挑战，适应新的情境，并不断迈向成功的道路，是在成长之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它有助于我们审视自己的行动和决策，识别潜在的改进点，并做出适当的调整。以下是关于持续反思和调整的详细描述。定期反思，设定固定的时间段，定期进行反思和回顾，回顾过去的行动和决策，思考他们的结果和影响，问自己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，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处理事情。自我评估，对自己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，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局限性，识别自己的盲点和发展领域，反思自己的技能、知识和态度，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提升或改进，寻求他人的意见。除了自我评估，还要寻求他人的意见和反馈，与他人交流，听取他们的观点和建议，他们可能能够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洞察力，帮助我们发现自身的盲点和改进的机会。分析成功和失败，分析过去的成功和失败经验，探究成功的原因和关键因素，以便能够复制和扩大成功。同时，认真分析失败的原因，寻找改进的机会，避免重蹈覆辙。设定新的目标，根据反思和评估的结果，设定新的目标和标准，确保目标是具体、可衡量和可行动的，以便能够跟踪和评估进展。设定挑战性的目标，同时保持可实现性，以激发个人的动力和成长。制定行动计划，基于新的目标，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，确定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和时间表，以实现目标，确保行动计划是可行的，并有明确的责任人和资源分配。持续学习和改进。持续学习和改进是持续反思和调整的核心，保持对新知识和技能的求知欲，参与持续学习的机会，根据反思和调整的结果，不断改进自己的方法和策略，以取得更好的结果。持续反思和调整是一个循环过程，它帮助我们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表现，实现个人成长和发展的目标。通过持续的反思和调整，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变化和挑战，适应新的情境，并不断迈向成功的道路。